如果你关注健康话题，关于种子油的争论，大概是过去2年健康圈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了。打开社交媒体，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声音：大豆油、玉米油是导致炎症的元凶。而在另一边，很多主流的医学指南和营养师却依然把它们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，往往让我们普通人在逛超市时感到非常困惑，到底该信谁？到底该买哪种油？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逆龄研究所。我们不想简单的告诉你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。我们的目标是做一个客观的健康观察者。无论是最新的主流共识，还是极具争议的前沿探讨，我们都希望能把科学界不同的研究和声音带给你，帮你看到更完整的图景，把判断的权利交给你自己。今天，针对种子油这个话题，我特意整理了2位在循证医学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专家的观点，看看在反种子油浪潮如此巨大的当下，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证据，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。一位是吉尔卡瓦略博士 Gil Carvalho， 他不仅是医学博士，同时也是一位神经科学博士，在科普圈以极其严苛的证据审计风格著称。另一位是尼古拉斯·维尔霍文 Nicholas Verhoeven，他是分子医学领域的专业研究员，非常擅长从微观机制挖掘真相。我梳理了他们关于该话题的深度解析，将其中的核心论据呈现给大家。或许听完这另一种声音，你会对食用油这件事有全新的思考。我们先来解决那个最大的指控，吃种子油会导致身体慢性炎症。理论上听起来很有道理，种子油富含 Omega-6 脂肪酸，它们在体内会转化为花生4烯酸，进而产生促炎因子。逻辑似乎很完美。但吉尔博士在梳理文献时，发现了一个足以挑战整个种子油制言论的疯狂实验——静脉注射大豆油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会想，疯了吗？直接往血管里打油？但先别急，这其实是医学上非常成熟的肠外营养疗法。但这恰恰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观察机会，如果不经消化，不经缓冲，让大豆油直面我们的免疫系统，到底会不会发炎？实验的设计非常硬核，我已经把相关论文链接放在了描述栏。科学家让患者通过静脉直接输注大豆油乳剂，持续了整整3个月。最惊人的是，实验组被注射的大豆油剂量是正常饮食摄入量的5倍。各位试想一下，如果大豆油真的是传说中的液态火焰，在如此高剂量直接入血的情况下，这些人的血管岂不是早就应该因为炎症反应爆炸了？结果呢？体内的炎症警报器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反应蛋白，毫无变化，和注射橄榄油的对照组相比，也没有任何差异。看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觉得静脉注射太极端了，如果不通过血管，而是像普通人一样吃进去呢？很有意思的是，吉尔博士还展示了另一项针对玉米油的研究。众所周知，玉米油常被认为是最劣质的工业油之一。研究人员把每天4汤匙的高剂量玉米油偷偷藏在松饼和面包卷里，让志愿者吃。即使是这样长期的高剂量摄入，结果显示炎症指标依然是纹丝不动。事实上，当吉尔博士汇总了全球数十项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，涵盖大豆油、葵花籽油、玉米油后，结论非常枯燥，但很关键，没有任何一种种子油被证实能显著增加人体的炎症标志物。甚至像亚麻籽油这种，在某些实验中还能降低炎症。正如吉尔博士所说，如果证据显示它有毒，我会如实告诉你，但现在证据显示它没毒，我不能为了迎合情绪去撒谎。既然炎症这关过了，那心脏病呢？如果你在网上搜得够深，确实能看到几张非常吓人的图表，显示随着植物油摄入量的增加，心脏病死亡率也在直线上升。支持种子油有毒论的人手里通常紧握着2份圣经级别的老研究，一个是悉尼心脏研究，另一个是明尼苏达冠状动脉调查。这2项研究都显示同一个结论：吃植物油越多的人死得越快。但是，当尼古拉斯像法医一样复盘这2项研究时，发现它们都有一个致命的、被故意隐瞒的漏洞。在那个年代，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，实验组所谓的植物油饮食，吃的不仅仅是液态的油，还包括了大量的人造黄油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那个年代为了让液态的植物油变成固态，工厂使用了氢化工艺。正是这个工艺制造出了反式脂肪这个健康杀手。
拿吃了反式脂肪导致心脏病的研究来证明今天的天然大豆油有毒，这在逻辑上就是典型的张冠李戴，完全站不住脚。尼古拉斯还特意引用了医学界公认的金标准 Cochrane 综述，在分析了19项高质量研究后，结论非常明确，种子油对全因死亡率的影响是中性的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是最严苛的审查，也没发现它有任何害处。不仅如此，他进一步指出，如果我们把这些含有反式脂肪的坏研究剔除，只看纯粹的种子油研究，剧情直接反转了。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观察研究中，我们看到的是，血液中亚油酸，也就是 Omega-6 水平高的人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反而是降低的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不是升高，是降低。所以，这更像是一场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误判。我们现在的恐惧，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那些已经被淘汰的工业产物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，既然种子油没毒，那为什么我吃完炸鸡薯条还是会不舒服？吉尔博士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，真正的敌人不是油的种类，而是烹饪的方式。他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，叫做芹菜变煤块。如果你把一根健康的芹菜放在火上烤得足够久，它最终会变成一块致癌的黑炭。但这不代表芹菜有毒，这代表你加热过度了。因此，种子油也是一样。吉尔博士列举了一项非常严苛的实验，研究人员让志愿者连续2个月，1日3餐都吃用大豆油烹饪的食物，其中包括了炸鱼、炒饭和炒菜。结果显示，即使是这样天天吃热油烹饪的食物，受试者的炎症指标依然完全没有变化。这说明，我们在家里的正常烹饪，无论是快炒还是煎炸，只要不是把油烧到冒烟，这种热度完全不足以让种子油产生毒性。但如果是工业级的深层油炸呢？为了搞清楚后果，吉尔博士挖掘到了一个西班牙研究小组的实验，他们做了一件特别狠的事，他们把油连续复炸了整整20次。这时候，数据发生了惊人的变化，在如此极端的折磨下，油开始崩解，产生了大量的有害物质。甚至连被认为更稳定的橄榄油，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也无法完全幸免，尽管它表现得比葵花籽油稍微好一点。这就证明了，问题不在于原本那个健康的油，而在于极端的加工环境。所以，如果是那种一锅油反复炸个几天几夜的街边摊，那时候油已经氧化聚合，你吃进去的确实是毒药。但请记住，让你生病的不是大豆油本身，而是氧化。最后，基于这2位专家的深度解析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落地的选油指南。具体怎么做？其实只要掌握这套简单的红绿灯原则就够了。第一，红灯区，坚决远离工业复炸。凡是外面餐馆那种在那儿滚了很久的油槽，或者包装袋里经过高温油炸的零食，无论它用的是什么油，尽量少碰。这是真正的健康杀手。第二，绿灯区，家庭选油，丰俭由人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油的鄙视链确实存在，但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夸张。如果你的预算充足，特级初榨橄榄油依然是王者，它的多酚含量和稳定性确实更好，牛油果油也很棒。但如果预算有限，普通的菜籽油其实性价比极高，它饱和脂肪低，但不饱和脂肪高，只要不是拿来复炸，它是非常安全的平民选择。当然，在此基础上，如果条件允许，优先选择冷榨工艺的油品肯定会更好。所以，不必为了健康，把家里的油全都扔掉。第三，关键策略，关注比例，而不是绝对值。很多人担心 Omega-6 太多会抑制 Omega-3， 但数据告诉我们，哪怕 Omega-6 与 Omega-3 的比例达到9:1，对健康依然没有危害。只有到了15:1甚至更高的这种极端比例时，风险才可能出现。所以，与其拼命减少无处不在的 Omega-6，不如主动增加 Omega-3。建议每周吃2次深海鱼，或者直接补充鱼油。只要你的 Omega-3 跟上了， Omega-6 就是安全的。以上就是这2位循证医学专家基于大量临床数据，对种子油危害论提出的反驳和质疑。当然，营养学非常复杂，我不认为这10分钟能代表终极真理。但我想，在一个充满焦虑且往往情绪先于事实的互联网环境下，能听到这种冷静的、基于数据的不同声音，对我们每个人保持独立思考都非常重要。至于未来你选择橄榄油还是大豆油，依然取决于你的口味、预算和生活方式。
但我希望至少下次你在做选择时是出于了解，而不是出于恐惧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展现多元视角、剖析底层逻辑的内容风格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也在评论区等你，聊聊你对这两种不同观点的看法。或者，如果你也曾被这些关于油的说法困扰过，请在评论区打个1告诉我，让我知道这一期视频做对了。我是逆龄研究所，我们下期见。